世界上1/10000才能出现的人。这个世界是多姿多彩的，没有同样的指纹，也没有同样的叶子，所以也同样会有奇特的人类，有的身怀绝技，有的不幸患有罕见疾病，还有的超出人类科学的认知范畴，甚至他们可以做到60多年不吃不喝，甚至还有一辈子不睡觉的。今天就跟着阿军去看看那些离奇的人吧。好了，我说正片开始。1/10000才能出现的人，第10位，四肢巨大的小孩。这位手部巨大的少年名叫穆罕默德。当你看到他，你可能会很自然地想，哇，他能拿起一辆小汽车吗？他一定可以轻松砸碎砖头吧？然而，这并非电影，而是生活，而生活往往是残酷的。这位来自印度的一位16岁的男孩，他的手长达2英尺，他的这个特质让他成为了他所在地的焦点，但并非是他希望的那样。他的巨大的手让他很难做到正常的生活任务，比如洗澡和自己喂自己吃饭。他的邻居甚至因为害怕他而将他视为异类。然而穆罕默德也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，他积极地寻找治疗方法，顽强地和疾病做斗争，中间也经过很多次治疗。虽然每次治疗后反而会更加的严重，但也未曾击垮这位瘦弱的少年。希望生活可以给这些天生缺陷的少年一些仁慈吧。1/10000才能出现的人，第9位，永不吃饭的人。在人类世界里，普通人的生活无法摆脱食物和水的束缚。科学家坚信，没有食物和水，生命就无法生存。然而，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人，他打破了常规，他挑战了生命生存的极限。他就是被誉为神人的普拉拉德·贾尼。他已经有75年没有摄取食物和水了。他信仰着 Amber 女神，并宣称自他14岁起就被3大神之赐福，从此不再需要任何食物和水。他深信 Amber 女神会通过他嘴巴上的一个洞为他提供水。试着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被剥夺了食物和水，我们能坚持多久？事实是，没有食物和水，我们可能只能挺过几天。然而，普拉拉德·贾尼在10天的观察期间殊无异常，这难道是神迹？这样的生活方式引来了许多争议与挑战。大部分社会成员，包括科学家和键盘侠，都把他视为一个伪神人。然而，尽管质疑声不断，这并没有阻止一位印度神经科学主任对贾尼进行深入的研究。测验结果显然出人意料，贾尼的身体状况正常，甚至尿液也能被吸收回来作为循环代谢。这些发现在全球引起了科学家与公众的剧烈关注，然而对其真假依然存在许多质疑。为此，印度总统阿卜杜勒·卡拉姆作出建议，再次对贾尼进行研究，以寻找这一神秘现象背后的科学依据。普拉拉德·贾尼以他独特的生活方式挑战了生命的可能性。他最终在2020年5月26日离世，享年91岁。不吃不喝能活到这个年纪，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1/10000才能出现的人，第8位，永不睡觉的人。你能坚持多久不睡觉？一辈子不睡醒吗？来看看这位81岁的越南农民吴泰，自1973年患病之后，便声称自己已经无法入睡，至今已经持续了大约61年之久。他在年轻时得了一场严重的热病，据称这恰是他失眠症状的起因。他在越南广南省的农场上生活，尽管无法入睡，他仍然坚持工作，在农场上守夜，在夜晚制作他的米酒。他甚至有过在1个季度的无眠夜里挖出了2个池塘的经验。吴泰在农场上的生活内容丰富且实际，他制作和饮用自己的米酒。你看到他手里拿着的雪碧瓶子，其实里面装的是米酒，并且只有在大量饮酒后才能入睡1-2个小时。同时，他也饲养猪，以为家庭供应食材。他承担包括家务和照顾家庭在内的责任。尽管按理他应该因为长期的失眠而受到身体的困扰，但他却自称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。他将自己形容为具有超人能力的人，例如他有能力一次搬起2个各重50公斤的麻袋。尽管他的失眠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也有人进行过研究，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他失眠的确切的医学原因，也没有找到专门的治疗方法。你如果拥有不睡觉的能力，会用来干嘛
1/1000才能出现的人。第6位 X 光女孩，她声称自己拥有类似 X 射线视力的能力。她的名字叫做娜塔莎·德姆金娜。难道娜塔莎真的有这样超乎寻常的能力？在生物学和医学的领域里，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。她甚至被邀请到美国接受 Discovery Channel 的探索和验证。科学家们特地为娜塔莎设计了一个严格的测试，他们邀请6个有着不同医疗问题的志愿者，目的就是验证娜塔莎的这项比人类科学更先进的能力。为了防止她阅读面部表情作弊，甚至还让志愿者佩戴墨镜。然而测试结果却有些耐人寻味，娜塔莎没有完全通过科学家的测试，她答对了4个，却错了2个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她居然未能看到一个大脑肿瘤患者头骨中的一块大型金属板，反而错误地认为这块金属板在一名肠炎患者的腹部。即使如此，这个准确率也是很惊人的。尽管测试结果出乎预料，娜塔莎乙和她的支持者仍坚信她具有这个超凡的能力。那么，娜塔莎的能力是否真的存在呢？如果你拥有这种能力，你会干什么呢？1/1000才能出现的人。第5位，没有痛感的人。你看眼前这个家伙，据说没有任何痛感，被大家叫做酷刑之王。他能表演各种惊人的特技，比如在身体各部位穿刺，看着就疼，但他却像没事一样。他曾经在表演中让自己的手臂接触刺针，却说只感觉到了压力，根本不疼。还有更厉害的，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玻璃碎片上，还说自己用了某种技巧不会受伤。虽然这种行为非常危险，更夸张的是，他甚至成功地承受了一辆摩托车从他躺着的钉子床上驶过。要知道，这稍微有点失误就可能危及生命。后来他在拉斯维加斯诊所接受了专业的疼痛专家的检测，发现他的大脑可以自主地阻断疼痛信号。也就是说，身体受伤时，疼痛信号会通过神经向大脑传达，但在他身上，大脑会关闭这些疼痛信息，让他感觉不到疼。所以说，这个家伙真的很厉害，他能通过心理手段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抵抗并忽视疼痛，这也是他表演的核心所在。所以说，心灵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。这句话不假。1/1000才能出现的人。第4位，电池人。你见过能人体放电的人吗？这位光头强2号就能做到。他的全名叫斯拉维萨·帕伊基奇，是一位塞尔维亚人。他能够承受几十万伏特的电压。他因为那极其不可思议的能力而出名。他参加各种达人秀节目，在节目中他表演徒手导电，让灯泡发光，也能通过徒手放电与线圈产生恐怖的蓝色电弧。这酷似雷电法王瑞兹的男人还能用那油亮的光头点火。以后你想吸烟却忘了带火，可以跟他说：嘿，老兄，借一下你的光头。据说他饿了就自己放电烤香肠吃。我想说，这家伙是不是都不需要买烹饪厨具了？不过他这样烤熟的香肠，你敢吃一口吗？为了能营养全面，他还为自己煮了个鸡蛋。他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太过强大而人生无趣，他选择用电刑结束自己。然而对于雷电法王的他来说，电刑设备都坏了，他却跟没事人一样，也就仅仅被呛了2口烟而已。过年你家烟花不够，或许可以让他帮个忙。不过据他说，之所以拥有这项不可思议的能力，是因为没有汗腺的原因。然而他的确也因此为生。他经营着一家疗养所，靠给客人提供收费电疗服务挣取收入。这位电疗之王还多次打破吉尼斯，第一次是1983年打破的2万伏特电压记录，第2次是2003年在1分37秒将一杯水加热到97度。目前61岁的他还在准备挑战100万伏特电压的记录。如果你有这种能力，你会用来干嘛？1/1000才能出现的人。第3位，冰人。这位穿着短裤攀登上珠峰的人名叫维姆霍夫，是一位59岁的荷兰人。他喜欢在极端寒冷的地方挑战极限，而且每一次挑战都是不走寻常路。比如别人正常穿鞋跑马拉松，他就穿短裤光着脚在北极圈跑，并且还在2002年1月26日创造了光脚在雪地上跑出了最快的半程马拉松纪录，用时2小时16分34秒，
想想这个时间，你正常跑半程马拉松能否跑下呢？然后他在2000年也创下了冰下游泳最远的纪录，在2021年创下了全身接触冰3小时28秒的纪录。但这些都不算是最惊人的，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在2007年仅穿着一件短裤就登上了珠峰的7400米的高度，并且在2016年耗时28小时登上了马扎罗山。这一壮举震惊了科学界，于是科学家邀请他做研究，但研究表明霍夫并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。据霍夫自己透露，他能如此抗寒，主要还是因为长期寒冷训练和冥想呼吸练习。不过虽然霍夫很牛，但我国也同样有一位冰王，他名叫金松浩，曾在2011年用时115分打破过霍夫的纪录，并又一次在2012年在河南株洲的国际冰人比赛中战胜了霍夫。金松浩目前最好成绩是在冰中坚持120分钟。你们觉得金松浩和霍夫谁更强呢？1/1000才能出现的人，第2位，猴子人。注意看，这个印度小伙决定爬上一块巨大的岩石，用跳崖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可是没有前往悬崖顶端的路，所以小伙选择攀岩的方式爬上去。终于他爬到了最高点，就在他准备一跃而下时，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小伙子受到了巨大的鼓舞，他放弃了了断的念头。这个没有成功轻生的年轻人，就是现在印度赫赫有名的攀岩猴王——印度蜘蛛侠乔西拉什。他早年离家出走，以后就一直漂泊在外，遭受着生活上的种种不幸。好在那次轻生事件，及时地挽救了乔西拉什的人生。从此，他以寻求高难度攀岩为人生目标。他经常完成一些匪夷所思的动作，但这种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冒险游戏，也在时刻威胁着这位攀岩猴王的生命安全。2013年4月，乔西拉什在一次瀑布旁的攀岩挑战中，被高空坠落的石头击中。这一次，幸运之神再一次的眷顾了他。猴王只是擦破了脑袋，名气在外的他也收了一些徒弟，传授一些自己的傲人绝技。但大部分时间，乔西拉什都在户外征服着一个又一个的堡垒。他说自己不会停下攀岩的脚步，如果哪天他不在了，那也是在攀岩中坠亡了。1/1000才能出现的人，第1位，专是眼泪。你看过流下晶体的眼泪吗？这位名叫哈斯纳·马萨尔马尼的12岁黎巴嫩少女就可以，她的眼睛每天都可以产生多达8个像玻璃一样的晶体，虽然锋利，但并没有对她的左眼造成伤害。医生们对此都感到困惑，甚至以为玻璃进入了她的眼睛。但当医生发现取出一些晶体后，眼睛里又出现了更多的晶体时，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。哈斯纳的父亲穆罕默德坚信这是一个神迹，这也吸引了许多伊斯兰教信徒纷纷来到他们在黎巴嫩的家中。哈斯纳也曾在美国接受了医学检查，但即使在科学最发达的国家，医生们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科学解释，他们只能称这是一个医学之谜，而不能肯定这是一个奇迹。因此，尽管在发现哈斯纳眼泪流下晶体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，这仍然是一个谜。同样的事情，印尼还出现过一次，这位名叫蒂娜的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，只不过这钻石的形状也太整齐了吧，而且还有蓝色钻石。同样的事情在这位名叫 Setnik Kazarian 的女士上也发生过，她更夸张。据她描述，一天之内她能流泪超过50次，眼泪也都变成了晶体。但后来她比较倒霉，因为这3个里面就她被证明是假象。医生表示，她其实患有一种名为孟乔森症候群的症状，这种症状会通过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们，以此引人别人的同情和关注的心理障碍。而这种水晶眼泪其实是他放进自己眼睛里的玻璃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屏幕前的你，如果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，可以进入我的主页，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，希望你能喜欢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